今天要去一个很牛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要带这么多水？你不会重吗？不会，等会儿没水才难受。把喷蚊子给我带上。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 Kranji Countryside。地铁站外有直接可以去农场的普通巴士和农场专用巴士，已经有好多人在这里等了。建议大家提前查好巴士的时间。我感觉大家都好开心啊，在这出去玩啊，真的很像出去玩耶。反正就是。好激动，很久没有这样出去玩的心情了。车上的乘客也褪去平时的束缚，开心地笑着闹着。我觉得这边跟一般的新加坡真的很不一样。90年代的感觉。我也有这种感觉。这时候应该听这首歌。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。我们到啦，第一站双溪部落湿地保护区。感觉这边的还蛮秘境的感觉。我已经开启了我的那个暴走模式。在办公椅上坐了1个星期，现在却已经置身绿色的幽静小道，听不到人声，却处处都是鸟声和蝉鸣。这里的苔藓也太美了吧，简直是绿色的地毯。以前有读到过一篇泥炭藓的鉴赏，里面就有写到，泥炭藓植物习惯生长于高山和林地的沼泽中，或经常有滴水的岩石下、洼地以及草丛中，4季均会生长。泥炭藓植物可以吸收储蓄为自身重量20倍到25倍的水分，因而在森林地区过分生长往往会导致森林的毁灭。它也是盆景艺术中最美观的铺面草。飞不见了。很多珍稀水禽的繁衍和迁徙离不开湿地，因此湿地也被称为鸟类的乐园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湿地保护区完全是一个自然的百科全书。你学？不学了。你来呀！哎，不要，它会冲上来的，洛阳哥，不要挑衅它。很热是吗？好大哦！哦，对，它是蜥蜴，感觉不是鳄鱼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它脚了吗？感觉像。我有个朋友说，蜥蜴和鳄鱼最大的区别是，蜥蜴比较喜欢吐舌头。你害怕吗？到菜了哦。拜拜。好。沿路有工人一窥湿地究竟的小窗口，泥炭地也是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是鳄鱼，这蜥蜴。但也很吓人啊，我不敢过去了。
在晒太阳。它为什么都不动？有人跟他合照。跟我走吧，跟我走。我说他很想吃那个东西。那边不是有垃圾桶吗？瞎踩了，瞎踩了。沿路看到不少这种景观的小屋子，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吧。看得下来吗？很清楚耶。虽然只有小小的一片，但好像仙境一般。大家一时之间都看入了神，也不乏拿着大家伙来拍的爱好者。走进用工业隔板搭起来的桥，旁边有很多有意思的壁画，画的都是湿地的景色，飞鸟、泥地、树木。每年9月到次年3月是双栖雾落观鸟的最佳季节，因为这个时段有很多北方的候鸟长途迁徙到这里。呀，真的吗？啊，这对面是马来西亚吗？是，你看地图。你从哪里看出来的？哦。其实还是很好看耶。那边不会是碧桂园吧？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有可能。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有可能是新城的碧桂园，走。有可能。走。这马来西亚的。这个sensor太准了，我们一靠近别的地方，然后它就马上发过来一条，对吧？对。其实这块。我们刚刚走那么远一圈，就围绕这么一块小小的湿地，其实还是很难得，你不觉得吗？这片湿地确实不容易。然后往那边看又是城市的感觉。所以新加坡这个 arrangement 很好。感觉是城市慢慢把一切都吞噬了。这边肯定是故意预留出来了。在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双重压力下，20世纪中后期，大量湿地就被改造成了农田。加上过度的资源开发和污染，湿地的面积大幅度减小，湿地的物种也受到严重的破坏。这里有点像小海豹，像不像？水濑一般会在陆地上筑巢，而在水深的环境中觅食。我感觉真的所有东西都在动，树上也有松鼠在动，然后鸟上也有。我也要动。啊！红树林由一群水生的木本植物组成。红树林中文名称源自于红树科植物体内含有大量单宁，当单宁在空气中氧化，其附着于枝干会显红褐色，故得名。沿着海岸线生长的植物必须要克服很多苛刻的条件，例如海水的盐度、泥土层不够厚和稳定、潮汐和海风等等。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，红树林相应演化为有的生长出气根帮助呼吸，有的生长出板根帮助支撑，还有的有配轴，种子先在里面培育一段时间，能从母体吸收营养。有的种子也有漂浮组织，方便漂流以及插入沙地。去这个观景台看看吧。拿不到那个时针巴士吗？来了。沿路有很多这样的小窗口。
看看里面是什么吧。原来是为了展示不同角度美景的小窗。我们走完已经全身汗湿了，不过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，因为我没有来过这里，对吧？特别有意思。然后看到了很多小动物，还有松鼠、鳄鱼。稍作休息，我们乘巴士去了宝莱坞农场。这一区最热门的就是宝莱坞农场了。店主人是前 NTUC FairPrice 新加坡最大平价连锁超市的总裁，夫人是中印混血，据说非常会招呼客人。我们进来啦！哇，这个地方好有童趣，这个手绘的牌子也好可爱。这里的植物都不是很高，走进童话般的花园。这个地方就有点像，我想进去。Butterfly Dreams， 去不去嘛？走。走。这里让我想起了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的场景。看这边有个蜥蜴，绿色的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已经。小小的，它刚才跑得特别快，然后看到它以后，它就不敢跑了。啊，跑走了，不见了。我们还看到了小棵的木瓜树。还有柠檬草，这里的设计都很有童趣。想到那种 Wonderland 有没有那种感觉？你怎么一下走到那么里面去了？这怎么可能是芒果？这就是芒果树，你仔细看到没？我觉得是爬爬呀。你觉得吗？这个果子，这一看都不是芒果好吗？爬爬呀是什么？爬爬呀是那个木瓜。没想到是木瓜。这个咖啡的。做巧克力做咖啡。可可是热带常绿植物，锦葵科，原产于南美，现在广泛在非洲、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种植。果实成熟期为4到6个月，每年成熟2次，主要收获期是10月到12月。获取果实以后，发酵数日，使内部变成红棕色，剔开果肉，取出可可豆。终于有不来了，看不见。咖啡树是热带南部非洲和热带亚洲的灌木或者小乔木。这棵黄油树目前还没有结果。我们还看到了番石榴树。它先附的是那个，里面是黄色果肉的那个。这不是我最爱的拍线树吗？但没有看到拍线树上。还有这个拔出来会是菠萝吗？好奇怪哦！菠萝是长在地底下的吗？菠萝本来就长地底下。
这里还有不同种类的瓜果蔬菜，好丰富哦。简直是果蔬的小百科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它结的果好多哦，是一棵高产的树。逛完果园以后，可以买到刚刚果园里采下的成熟果实。虽然没有超市里的精美，但非常有意思。回家的路上，我问了骆小哥一个问题：你喜欢这样亲近自然的农家生活，还是便利的城市生活呢？骆小哥回答说：你看看这里有多少人，再看看每天大型商场的人流，大家已经给出了诚实的答案。你的答案是什么呢？